到了2025年的10月15号。那今天秀珍第3次来为我们接续就是2025年的罗浮大会的分享。那秀珍麻烦你喽。好，来谢谢各位伙伴。那这张照片呢是7月30号晚上的闭幕典礼那天照片，然后闭幕典礼它就是长这个样子，这是我在上次的时候有分享过。那闭幕典礼的话，它不是闭幕开幕典礼的话呢，它是在主营地，它有一个最正式的开幕，然后各个国旗进场。那因为国旗的进场我是用录影的啦，这个我就没有放上来了。然后因为那一天的场地呢有点狭小，所以我差不多到了89点的时候我就离开会场了。离开会场的话就看一下夕阳，夕阳就在，因为我们在海边开幕，就是我们那个主营地是靠海的。那在海边开幕完之后呢，我看一下夕阳，我就回去睡觉了，因为我隔天早上要开始正式工作。然后我回到主营地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大门口还是有 ICT 在顾那个大门口的那个门禁，我就觉得他们很敬业，因为他们就没有去会场参加开幕，然后他们还在那边顾那个门口，我就觉得说 ICT 真的是真的是很尽心尽力，他们没有去参加活动，他们也不会觉得怎样。好，那尤其我这次参加过那个 ICT 的那个工作之后呢，就觉得很多 ICT 呢，它就是真的是就是来服务大家的。然后像我曾经呢有遇过一个这个荷兰人，他说他是专门做 ICT 的，他很喜欢做 ICT， 他只要国际活动他就专门做 ICT， 那我就是觉得说他非常敬业。好，然后呢，接下来到了7月31号的时候，我就开始正式我的工作，因为我的工作是营外活动，就是在主营地外面呢一整天的，等于说类似于这种类似参观旅行啦。但是呢，参观也是坐火车去的。那隔天早上呢，因为我们晚上的时候洗澡都要排队，所以我就干脆就是不要晚上洗澡，所以我都一大早起来洗。我4点半就起来洗澡了。那因为我们7点就要搭火车，所以我4点半起来洗完澡之后呢，刚好就是接到早餐6点半开始。然后这是我就是起床的时候看到那个这个凌晨的时候的样子哦，那是天刚亮的时候的样子哦。然后大家都是 ICT 的帐篷啊，大家都还在这个安详的睡梦当中，我已经起来准备我的东西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搭火车来到了距离主营地北方的一个城镇，叫做 Spinio， 就是中文翻成艾斯皮纽。然后那个城镇的话呢，看起来是新的刚规划好的城镇，它靠海，然后就是很著名，它就是在让人家来度假。好，那这个是我们活动的场地。那我的站就是这个活动的场地的那个城市呢，它有好几个站，它也分成4大主题，有那个自然冒险、政治社会、文化艺术，然后永续发展。那我是属于文化艺术的，然后每个主题都有好几个站，那我是文化艺术其中一个站这样子。那我的站点就是面向海边的这个大广场。那事实上它是什么大广场呢？它是艾斯皮纽的那个博物馆的前广场这样，然后这边有个纪念碑，它不是烟囱，我有去查过，它是纪念碑这样子。那我的站在干嘛呢？我的站呢，就是让参加人员过来一边走路一边看这个城市的样貌，然后写生、画画。所以呢，我们有准备画笔跟画纸，而且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就是向导，就是盖的。那他每个站都有请盖的来，都请向导来。那有另外一个站呢，叫做就是那个城市的遗迹，就是 historic 城市遗迹，就是他是一个向导带参加人员一边走一边看城市的古今变化这样子。那 IST 就是帮忙协助的，所以我们 IST 基本上就是帮忙协助的。然后我们还真的有一个盖的，就是一个向导过来，他本身是一个插画家，他住在波多，然后他就带领着参加人员，然后来一边观察这个Spinio 的城市样貌，一边写生。好，那我们第一次定点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参赛人员，他就乖乖在大太阳底下写生。那我们今天开战第一天嘛，开战第一天的时候呢，7月31号早上开战第一天，就有8个参赛人员过来了。那我们就很感动啊，因为我们这个战没有那么有趣啊，没有那么刺激啊，他就是画画而已。然后参赛人员他们就跑来了，他们都是18、19岁、20岁的青少年，他们就跑来画画了。那跑来画画之后呢，他们就在这个广场当中就坐着开始写生了。那写生第一次就是我们分2阶段，写生的话，第一阶段就是写生20分钟，然后我们再带去另外一个点进行写生，这样他们就这样坐着写生了，他们就这样乖乖在那边写生了。然后这是另外一个站，他是骑脚踏车的，然后刚好就从我们的站的前面经过这样子，但看起来比较刺激啊。那有些站他们就是事实上站都有限制人数，然后但是太热门的站他们就会排队排很久。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站叫做政治跟社会，然后他那个站就来的人就很少，因为他跟那个主持人聊天讨论的，然后那个主持人本身呢就是 IST， 他没有外面请盖的这样子。好，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站的活动的样貌。那我们一整天就是看着这些参赛人员写生，然后我们再带他去另外一个地点写生这样子。好，那像这张照片呢，一样就是写生的场景。那这些作者全部都参赛人员，我就觉得很感动啊！他们愿意在大太阳底下，然后他们都是罗浮呢，然后愿意在那边写生，我就觉得这个也太感人了吧！你们真的愿意来参加这么的静态的活动吗？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站叫做雷射枪，雷射枪超多人的。那雷射枪本身那个代官的那个 IST 也是我们台湾的伙伴，他说他每次他们还没有开战之前，就外面排一堆人。跟雅婷的那个独木舟有的比，就是很热门，很热门。那我们这个算偏冷门，而且是很静态，可是他们愿意来哈。好，然后再来，这是我偷偷在后面拍了哈。这个伙伴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他领巾，然后他就开始写生。那我们提供纸跟笔，然后他们可以把自己画完的东西带回去。然后呢，这是参赛人员，这是写生。然后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在画，这样子，他们画东西也很好哦。然后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广场。然后后面这个东西，后面这个建筑就是博物馆，博物馆的后门啊。博物馆还有前门，然后后门这样子。那这边有站着的一个穿着长裙的女士，她就是我们的盖的，就是我们向导。然后她本身呢是一个插画家，然后。我们就等于说是大会外请的，请他来带这个活动，3天就是他带这个活动。他本身住在波多啦，那因此他就是可以每天这样子，那个叫什么通勤这样子，他坐火车来的。葡萄牙火车很方便，所以他们就是这次大会都是用火车，那火车很有特色，然后也有一些小抱怨，因为毕竟走路过去的时候还是有点距离，然后等火车的时候还是要等好，然后呢，第二个定点就是我们会带参赛人员来海边，因为这个艾斯比纽它是靠海的。那靠海的话呢，它有渔船，也有海水浴场，然后我们就带他们来这个，就是渔夫们他们工作的海边，然后让他们去观察，然后去画画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就是作者的伙伴，就是我们参赛人员，他正在画画，他正在画那个海边的景象。然后这边有一群人，这个画面没有非常的清楚。这一群人是另外一个站的，另外一个站叫什么站呢？叫做渔夫经验，就是 fisherman experience， 就是渔民的经验的体验这样。然后就可以看渔船啊，然后就操作渔网等等的。好，是另外一个站的。好，然后这位是我们的向导，他正在散步。好，然后呢，这另外一张照片，这个参赛人员正在画画。然后这边呢有游客，然后也有我们的其他的参赛人员，他们正在体验那个就是 fisherman experience， 就是渔民的体验，一样是这是那个文化艺术的。然后这个小朋友他也正在画画。好，然后这是我们在海边，海边这是我们总有2个站点嘛，一个是在博物馆前广场，另外一个就是在海边这边画画。他们就是很认真在那边画嘞，而且大太阳这样直接这样晒，他们就在那边画。有些人就想要跑到更前面去，跑到沙滩那个地方画；有些跑到前面的礁岩这样子画。
然后呢，这是第二批的小朋友，我们早上总共接2批，就是一批，事实上他应该接3批啦，就是一批是1个小时，可是因为我们有点 delay， 所以我们到最后只接2批。那是另外一批的小朋友，他们也是很认真的在博物馆前广场这边画画。那我们上厕所就去哪里呢？就去博物馆里面上厕所啊。但是这样博物馆里面也有站，也有一些其他的站点，像Fisherman Experience 就是渔民的体验，它博物馆里面也有一个站，然后户外也有一个站这样子，它里面蛮多站的，还有那个政治与社会的站也在里面，所以博物馆里面就有蛮多站的。那我们这个站是在博物馆外面的广场。好，然后呢，这是我们又带他们，就是第二批的小朋友，我们就带他们到海边去，然后他们就是海边就写生，然后有些小朋友他们就画那个渔民的样子。渔夫们，因为渔夫们他们就没工作，就是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待在旁边堤防那边坐着，然后就是聊天啦，或是纯粹坐着这样子。然后旁边有2间咖啡店是给渔夫们休息的。好，然后这是海边。那这往前走，事实上就是海水浴场哈。那这个呢，这个是我中午休息的时候，因为中午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休息到1点半。然后12点休息到1点半，然后1点半的话，我就跟我的 partner， 就跟我的伙伴，我的另外一个 ISD 的伙伴，他是一个列斯顿式灯的伙伴，我就跟他在海边走走啊，因为那个他在探路的那一天没有来，所以我就带他去走走。然后呢，我们就走到博物馆的正前门，这是博物馆正前门。那刚刚有看到博物馆后门嘛？博物馆正前门，那博物馆正前门里面进去就是很多站都在里面。所以就是很多，就是基本上这个 Spinio 这个城市里面，今天就很多童军啊，有 IST 啊，有参人员。那参人员基本就是来一个分营，这样子，因为他总共呢就是那个6个分营，那就是今天 Spinio 来一个分营，然后奥华另外一个分营去这样子。那所以小朋友们他们一定会出去外面一天，但是只能去 Spinio 或是奥华而已，就是选择一个，就是不可能2个都去。所以呢，今天呢就是奥华来一个分营，然后 Spinio 来一个分营，那另外另外呢这个其他的小朋友就在营地里面做营地里面的其他的 workshop 或是 game 的活动这样子。好，然后再来，这是下午的。那下午的话呢，他们就太阳更大了，他们就躲在树荫底下画画。那我的站就是看他们画画，然后就是帮忙顾他们行李啊，然后再来是把材料，那个画具啊、材料啊，把它收集好，然后集中把它放好这样子而已。就是工作没有很难啦，但是还是要有帮手，要不然那个向导他一个人他处理不了，而且我们还要画那个放那个站点的那个牌子嘛。然后我觉得这些参加人员都非常的，我觉得他们很棒啊，他们都来了，而且他们愿意来这个地方，非常的静态的就这样画画，然后画1个小时。然后就觉得说你来这个城市，然后你来画画，我就真的是你愿意来我这个站，我真的很感动。然后因为我们其他的站呢，有一个伙伴呢，他也是政治社会的，他说他3天都没有参加人员过来，他3天都没有。他就3天就一个人在那边等到第3天结束这样。那我们至少还有小朋友过来，而且可是虽然没有很多啦，每次都是4、5个，可是他们都愿意过来。好，但是这是7月31号的下午的那一批，然后呢，他们就是在树荫底下画画嘛，然后不同国家啊，这个是澳洲的，这个是澳洲的，然后是英国的，他们不同国际小队嘛，然后就画画，然后就玩得很开心啊。然后这是另外的伙伴，他就在这边画，他就画这个建筑物。然后呢，这是我从前面广场前面呢往外拍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向导，这是我们向导，他本身是一个插画家。然后事实上，这个向导他本身是谁呢？他本身也是其中我们一个工作人员的妹妹啦，就是我们工作人员有一个童军的工作人员，就是那个什么，我们的那个叫做计划委员，他就把自己妹妹找来这个来支援这个活动，这样，这只是外找啦，外找是找自己的
亲朋好友这样子来支援这个活动啊。我后来才知道，因为他说，哎，I want to call my sister，我要打电话给我姐姐。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站点都是要有那个什么计划委员帮我们把 ICT 带来这个地方嘛，因为要不然我们不知道地点嘛。然后我们有一个计划委员带绿色领巾的，他带我们来这个地方之后呢，然后就这个盖的就过来了，就是这个向导就过来了。然后向导就说 I want to call my sister， 我要打电话给我姐姐。然后就说是刚刚那一位，然后我就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姐妹，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找自己的亲朋好友来支援这个大活动。好，然后再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活动，我刚刚讲的就是骑脚踏车啊，这个当然也很热门啦。哦，但是脚踏车有限哦，所以每次参加人就是就固定，就不能再多了。好，然后这是我们那个站的，他们是在海边画画，这是下午的活动了。海边画画，他每次画的很开心啊，然后就在那边画了就是画了20分钟，然后甚至有些伙伴呢，就是我们停止了，我们活动结束了，我们要请他把画笔收过来了，他还说再等我一下下，我还没画完。然后有一个马来西亚伙伴，他会讲中文嘛，他就跟我说，他觉得这个活动很棒，因为他可以静下心来体验这个城市的脉动，他不用再跑来跑去这样走来走去这样子。那参加人员他们就在这边待一整天，早上下午这样子。然后我们 ICT 也是，那所以我们早上出发去的时候会遇到参加人员，然后下午的时候也基本上都一起回来，因为火车就那几班嘛。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收实画笔，然后小朋友的画他就是说他们可以自己带走，然后我有些画的不错的，我帮忙拍照这样子哦。然后这是我们的火车，那我晚上就是我要回去了，我就坐火车回去，然后我就从这 Spinio 坐到我们那个站，那只要坐2站而已，就10分钟。那因为他这个大会有跟他们的火车公司就是有达成协议，所以呢，坐火车参与这个带领金是不用钱的，但是就是只有在这样子2个站，就是奥华跟 Spinio 活动是不用钱的。可是如果你要去波多，就要钱了。就是如果你离开这个活动的场域，你要去北方，那当然就是要花钱。但是这段期间的话呢，你去这2个城市是不用钱的。好，那我们就走路回去了。然后呢，就是从那个火车站下来之后呢，我们要走路回营地。那走回营地的时候呢，那因为我们现在呢回去的时候是不同方向，就是我们是在火车铁轨另外一边，但是大会他不要我们穿越铁轨，他要我们走天桥，所以呢，你看这边就是他不要我们穿越铁轨过去，他要我们走天桥，所以他们这边派工作人员这边挡，就是说你不可以穿越铁轨。这是 IST 们他们在那边挡，就是你穿越铁轨，他们就把你赶走，就是你只能走天桥这样子。因为他们非常非常重视安全。那如果是在奥华那个地方，他就没有天桥，他就是一定要走铁轨，他就会跟你讲说你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他也担心就是办这个活动嘛，然后参加人员过来啊，又是外国人啊，然后呢就被车撞他们也是这样也不好。然后就拍下这些照片就是这个工作人员那边挡。然后呢，我们就准备要回我们营地了。那沿途又看到当地的居民做的这些编织艺术，这当然有些各国国旗嘛，这是巴西的国旗。然后就是他们欢迎我们世界罗浮大会的参加的伙伴来到他们这个城市，然后他们这些居民呢，他们就编织的这些东西，在圆环当中有做一些编织的艺术。这在火车站旁边而已，那火车站非常小。然后呢，就是编织艺术，我后来仔细看才知道那些东西都是各国国旗，好像是瑞士国旗嘛。然后呢，我从天桥上往下看，看到 IST 在那边挡，他们就卡在这边，不准穿越这个铁轨。那你就只能走天桥。那天桥也没有很远啊，那是要多绕一下路，差不多走个10几20分钟，多走10几20分钟这样子。当然走天桥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呢，这是另外一张照片再来，然后就看到沿路就是一些编织艺术，他们编织的东西非常多，就是连天桥上面都有，所以呢，居民也是很用心很用心来欢迎我们。然后呢，这个也是编织的艺术。
然后它编织的地方是国旗，那当然有美国国旗、有日本国旗、有瑞士国旗，还有安哥拉，因为安哥拉以前是葡萄牙殖民地。然后呢，他们有中国国旗，他们没有台湾国旗，因为他们可能就觉得说，哦 ，Scout China， 然后就以为是中国，所以还有中国5星旗有，但是我没有拍照。他们有中国国旗，我有看到。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就做一些造景艺术啊，这是烤鱼啊，哦，那萤火啊，就是我就觉得很可爱，很用心。然后当然这是美国国旗啦，然后这是在营地前面那个圆环，这个欢迎的圆环那个地方就有造景的编织的这个艺术。然后呢，营地附近旁边的那个圆环旁边的就是世界萝卜大会的宣传的看板啊，当然这边也有国旗嘛。哦，这个是葡萄牙的啊，这边很多的编织的东西，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花很多心力在欢迎我们，而且结束之后就没有送给我们，就是他们就是放在那个地方。哦，那伙伴们也就看一下而已，也没有说就带走做纪念，没有，他就是看一下这样子而已。如果以台湾的习惯的话，早就把它拆下来当做礼物送给外国朋友了嘛，对不对？然后呢，回到营地之后呢，我回到营地差不多5点多啦。回到营地之后，哎，发现有一些记号都已经起来了，因为小朋友来到主营地之后呢，小朋友会穿越 IST 营地，可是 IST 营地里面有人在睡觉，然后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一些告示牌，这个是 IST only， 你不可以穿越哈。你要走去那个其他地方的话，你就走那个大马路，你不要走这个地方。然后呢，这是那个什么地方啊？这是商店的那个告示牌，连告示牌下面都有这次的世界罗浮大会的那很可爱的那个 logo 的样子，然后就把它拍下来。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8月1号了。那8月1号的话，我一大早起来洗澡。然后我就看到有些标语啊，这是厕所的标语，那上面写什么？就是你不要，你不要浪费水啦，哦，这水是非常珍贵的。那老实说，这次世界罗浮大会呢，它的有一些标语没有非常清楚，尤其是垃圾桶的标语，就是该分类做什么分类，它的标语没有非常清楚。好，然后呢，这是它的就是非常的环保嘛，我说你要珍惜水资源。然后呢，你要珍惜一些纸张的资源，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你只能走哪条路，就是说你只能去你该去的地点。那你不是素食的，就不要打素食的餐点，这样他们就很重视这个东西。然后再来就是这一大早我也起来拍这个标语哈。那标语的话，就是那个大广场，就是往这边走。然后 information point 也往这边走，Moon Shopper 也往这边走，这样子。这是餐厅。然后餐厅的话呢，往那边走就是很多的活动的大广场都那边。然后呢，这是我们营地旁边。那因为还是有点暗暗的嘛，所以的光条的话呢，是为了要晚上的时候呢照明用的哈。这是我们 IST 营地，然后就把那个拍下来。那这是已经早上了，差不多6点。我刚洗完澡嘛，差不多6点5点多的时候，6点多的时候。好，然后这是我们 IST 营地哈，大家在好梦当中。这是刚天亮的时候。然后呢，接下来我就是第2天的工作了。那第2天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搭火车来到这个城市，叫 Spinio， 就埃斯皮纽。然后这是城市的样貌。然后它城市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棋盘式的刚规划好的城市。它等于说它距离波多也没有很远啊，它距离波多差不多是1个小时以内的车程。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买房子住在这里，然后去波多上班。然后所以这个地方很多建案，就很多那个新兴的那个房子就盖好了。然后这个城市也算是规划的蛮整齐，所以它棋盘式的。然后呢，接下来就我的工作了。我的工作的话，就看这个参赛人员在那边画画。然后他们今天呢，就是一样在广场当中画画。那广场画里就是伙伴们也是很随性啊，就趴着啊、躺着啊这样画画这样子。
然后这也是参加人员在画画，然后这是也是参加人员哈，然后这个是往博物馆，就是上面往博物馆上去的阶梯，然后这也是参加人员在画画，然后这个也是哈，这边也是，那就是我们每次来的人都不多，都是差不多5、6个，哦，最多不会超过8个这样子，然后他们都很认真的在画画。好，那我们就是分上下午嘛，哦，早上是2批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我就是我觉得他们画很棒，那因此我就经过允许，我就帮他们拍照。啊，这是小朋友画的，他们真画很认真哦。这当然就是那个广场前面那个纪念碑嘛。然后再来，我们到海边去的，然后就很妙，这是什么车呢？这是扫沙子的车，因为它旁边就是沙滩啦，那沙滩就会很多的沙子飞过来，它就有个扫沙子的车这样子，它帮我把沙子呢把它吸进去。哦，所以各个不同的风土的地方就有不同的清扫的车辆。哦，那台湾呢，就是有时候要洒水嘛，就很热要洒水啊，他们是扫沙子的车。好，然后呢，我们到海边去的时候呢，另外一个站他们也正在进行活动，就是 Fisherman Experience， 就是渔船，就是渔夫们的经验。好，那他们也很多人，那我们人都很少，我们人都不多，就画画而已嘛。好，然后这是 Fisherman 的，哦，就看渔船的工作，渔夫们的工作的。然后这是我们的参加人员，他在画画。他到海边的时候，我们第2个站点就是画画地点是在海边，在海边画画，然后也画很专注。那我们每次要结束的时候，把他们叫回来的时候呢，因为人分散很多嘛，所以我们就是吹哨。那吹哨的话呢，因为我带着那个大背包，里面有那个哨子，就是求生手、求生哨，刚好就派上用场。而且我背的背包就是2023年韩国世界大陆营的台湾代表团的背包，就是它有一个哨子，啊，就用那个来吹。刚好如果我带那个，好，那也是参加人员在画画，他就画得很专注。然后这是也是我们参加人员哦，你看这些17、18、19岁的这些青年，他竟然愿意来我们这个站，我觉得真的是很看，真是很愿意过来，因为我们只有画画而已啊，我们真的是只有画画而已。我们那个站的名称叫做，就是呃，就是那个素描啦，它上面写素描，就是一边走一边欣赏，然后一边观察了一边素描的那个站的这个描述。然后还有伙伴呢，他就是要拿拐杖嘛，可是他也是愿意过来。然后呢，这是什么东西呢？轻航机哈、哦，那轻航机是 IST 体验，等于说他卖给 IST 的活动。那轻航机很贵，我没有买轻航机，轻航机我不知道多少钱，因为我买的是什么东西？我买的是冲浪，那冲浪就要台币3000多块了，就是2个小时冲浪台币3000多块，这个更贵，好像70几欧元吧，我记得，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有点贵，我就没有买。然后像我们台湾的 IST 就是陈维新哦，他们就买，他们就是去玩轻航机。那雅婷好像去钓鱼嘛，对不对？对，70几块钱啊，飞机要70几块，75吧。我觉得很贵，所以我就想说，哎，我也觉得好贵。相机可能台湾也做得到，所以我就没有在台湾买了。对啊，可是我们台湾很多人去玩轻航机，然后这是不少。阿威有去啊，阿威跟维新啊他们啊，还有那个陈品如。然后这是我们早上的第2批，然后他们也是很认真在画画。然后这个伙伴是澳洲人，他们澳洲来300多个，后真的是大团。他们到处可以看到澳洲人，而且澳洲的这次的服装非常的花俏，一个花花衬衫，然后冒着花花这样子，就是很南洋风啦。好，然后呢，这是我们早上第2批。哦，然后大个子啊，也是很认真在画画，然后就是女生们也认真在画画这样子，然后这也是他们很认真在画画。好，然后这也是就是另外几位伙伴，他们是在树荫下，就是在广场旁边树荫下这样画画。
好，然后这是早上的伙伴在画画，那有些人趴着嘛，那有些人就坐着啊，那有些人就站着，有些人就是这姿态都不太一样，然后很轻松的就是画画这样，他们很愿意做这件事情，很配合然后到了第二个站点就是去就是去海边，然后这是另外一个站的，就是那个我说的 Fisherman 的然后这2位是比利时伙伴，他们的衣服就是2023年比利时代表团的制服嘛。好，然后我们有一个伙伴跑到这边来，就是跑到那个岩礁上面去画画，然后我们盖的就有点紧张，就说你要小心你不要被大浪卷走但是他还是有回来了。好，然后这是我们去海边好，然后呢，这是海边的咖啡馆旁边的，所以呢，他们就是选择在咖啡馆旁边，就是靠海的咖啡馆旁边画画这样子。好，然后这是伙伴们的画，然后这是咖啡馆，然后2个渔夫在吵架，渔夫在吵架这样子，我觉得画的很可爱。然后这是伙伴的画，这是广场前面的纪念碑，然后在海边，然后还有鸟还有这渔船当然还有做一些意象，有些花朵啊、树啊，还有甚至是还有那个罗盘，那不是罗盘那个那个舵。好，然后这是海边，我到中午的就休息的时候，我就带着我的另外一个伙伴，我们就是沿路走海边那条路走去海水浴场那边看。我们中午休息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海水浴场。那海水浴场这边有一个站，就是沙滩排球沙滩排球的所以整个城市都是我们活动场这样子，还蛮不错，还蛮有趣的啦。那如果我们台湾要办世界罗浮大会，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像在玉井啊，在马豆啊，然后就一个城市，然后就有很多的站点这样子，然后让伙伴呢一整天都在这个城市里面，类似像追踪旅行，或者说像那个闯关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在海水浴场的话，拍张照片然后我们中午休息时间结束之后，我们就回去了，准备下午的一样开站，然后等伙伴过来。这是海水浴场，它等于说海边一边是海水浴场，一边是渔夫们工作的场域这样子。好，但是呢，整个下午就没有参人过来了，就是8月1号下午就没有人，所以我们等好久，我们从1点半等到4点半。那等那么久怎么办呢？都是要杀时间嘛，所以我只好把笔跟纸拿出来画，我也来画画这样子然后我就画这个房子，然后这就是我画的不要看旁边的手指这个手指为什么变中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我画的，我画这个，我画什么东西？我画这个，这是我画的因为我本身算还可以画啦，然后我就拿给那个向导看他就非常赞叹说哇，原来你会画那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然后呢，还有这个也是我会画的东西，这是广场前面的纪念碑嘛，然后这是我画的当然就是随笔这样画的这样子我们7月3就8月1号下午就整个都没有差人过来，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所以有时候会蛮无聊的然后就聊天然后画画，然后就是也不会离开啦，因为我们还是怕有参观人员过来嘛但是就是在一直等到下午4点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回去了。那回去的话呢，就是搭火车回去的时候呢，一样我们到了定点的时候呢，它就是 ISD 就挡在这边，就不让我们穿越马路，我们就是要我们去走天桥啦。好，然后再来就是安哥拉的旗子，我就看到安哥拉的那个编织艺术，这是我们8月1号下午的时候。然后这个是德国的，然后这个是中欧的一个国家，好像是捷克吧，对不对？是捷克还是斯洛伐克？我有点忘记了，应该是捷克。但他们就编织各个国家的国旗的编织艺术这当然是瑞士。然后就从天桥上往下看啦，很辛苦的 IST 还是挡在那边呢，不让人家穿越这个平交道对他就只是说走，你意思说你就走天桥。好，然后这个是土耳其，
然后我们就走下天桥嘛，然后前面就是参人员，所以我们都是参人员跟我们基本上就是搭同一班车去城市，然后搭同一班车回来这样子。然后就是路上就看到很多的变式艺术，这是日本的国旗。然后回到营地的时候呢，小朋友就开始换布章了，就是哪里都可以换，就地上坐着就可以换。这个是小朋友营地旁边的马路，然后这个帐篷是什么呢？这个帐篷是医护站。然后反正有马路啊，有草地，他们就坐着就开始换布章了。那世界大陆也是如此，只要有适合地点就开始换布章。不管是哪里都可以换，只要人潮就可以换。好，然后呢，这个是营地的一个 side game， 就是等于说小游戏啊，那你无聊你可以去玩。它营地有2个这个设施，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爬上爬下的。那你要玩的话，你要戴帽子啊，所以他要玩的话，他都有 ICD 在旁边顾如果没有 ICD 的话，就把它降下来。那基本上它的这种小游戏不多所以小伙伴事实上在营地就比较没有事做，他们就换布章，他们就是这种东西就不多。我觉得比起2019的世界大陆，2019世界大陆就很多，他们这个东西就不多，就是等于说可以杀时间的东西就不多了。然后像我去年去那个挪威它有很多的 game， 就是他有另外再举办一些游戏，比如说踢足球比如说那个 hunter， 就是找东西的你也可以报名参加，就是你无聊也可以报名参加这样，就是不会说无聊就只能换布章这样子。然后这是我们台湾代表团前面的摊位，就是伙伴们都跑来这边，因为到了下午5、6点的时候还没吃饭嘛，然后就跑来这边换布章。然后因为我们有100多个伙伴，然后所以呢，他们就是换布章的时候挤得水泄不通的。我们代表团的帐篷前面的摊位前面就怎么样，就很多人在那边挤得水泄不通的。然后布章就是散来散去到时候可能会不知道是谁的这样。然后呢，再来就是跟好朋友拍照。然后中间这位是硕毅，他是台南伙伴，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认识很久了。然后这个伙伴是一个瑞典人，他叫欧拉 ，OLA， 他叫欧拉。那欧拉刚好也是葡萄牙的你好的意思。然后他说他来到葡萄牙的时候，大家都跟他打招呼，欧拉，大家都叫他名字，他觉得很好笑。然后这位伙伴呢，他本身住在瑞典的很北方，就是一个靠北极圈的一个城市。他本身是做山里面的向导，就是爬山向导，所以他看到很多台湾人来，就是台湾人会走国王小径就是那个瑞典的那个爬山的步道这样，他就带很多的这样子的团队，然后遇到很多台湾人。然后再来就是这是小朋友这又要换布章了。然后这个是 ISD 的营地，那 ISD 营地的旁边就有一个空地，他们就是坐着有空位就坐着就换布章。这是8月1号下午然后再来就是大会的一些旗帜嘛 ，Welcome Engage with Portugal 和大会旗帜。然后再来，这个是大会的晚会，晚上都有一些晚会。那晚会的话呢，会有表演。那表演的话呢，在大舞台，然后后面就是那个荧幕就动，然后就觉得他们就是 MOOT 吧 ，MOOT 这4个字然后还有一些大会的一些形象，比如说像帐篷绳结爱心然后山然后就会把一个个把它秀出来这样子。那听说这 MOOT 这4个字，它在大会结束之后就被偷走了，就被其他人偷走了，而且还有 IG 的账号。然后去把 M 说现在去哪里 ，O 去哪里了 ，T 去哪里这样子，就是很无厘头啦。然后遇到这位伙伴，他是波兰人，他也是跟我去 Espinho 的伙伴。然后他的雇的站就是 Historic， 就是城市遗迹。他跟着向导，跟着参人员一边走一边参观这样。他是属于走动的我是定点，他是走动的这样子。当然遇到波兰人就很开心因为下届世界大陆在波兰嘛。然后呢，这是晚上的时候经过餐厅，我拍了一张照片。这是什么样的团队呢？他们在开会是什么样的团队呢？他们就是 food， 就是餐厅的工作人员。这是肃然起敬因为这次餐厅呢要服务6000位伙伴，
就是我们参加人员也在餐厅吃饭，所以我们餐厅的工作人员呢，就是他们的工作量非常大。那我们台湾有蛮多位 IST 在餐厅的服务团队里面工作的，所以我就觉得对他们肃然起敬。然后当然我自己本身做过副的，我在其他活动做过副的，那是很忙的，可是很有成就感的，而且你可以跟你的伙伴变成很好的朋友。然后接下来就是晚上了，然后我就准备就寝，这是8月1号。好，然后隔天这是早餐，这是8月2号早餐。那我们早餐我们都吃一个大面包，然后吃几个火腿，然后就我喜欢拿果酱跟奶油嘛，就拿一堆这样子。然后我准备要去上班了，我8月2号，那个8月2号那一天，我是最后一天在 Spinio 上班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搭火车去。那去奥华的，去 Spinio 就往这边，去奥华就往这边这样子。好，然后一样的就是车上满满的人潮。然后有3人员，有工作人员这样子，大家我都觉得我们9点才开站，我们工作人员当然要提早到，我们7点半的火车，那3人员不用那么早去啊，他们可以搭8点的火车啊，他们1个小时一班嘛，8点半的火车啊，可是他们硬要跟我们搭同一班，我就觉得他们那么早去干嘛？因为我们去到那边9点半才开站啊。然后他们也是没事在那边走来走去，也在城市里面走来走去啊。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些餐人员为什么那么早起？就是觉得说他们不要睡晚一点嘛，偏偏跟我们那么早起，都搭7点半的火车。然后呢，我就跟我的 partner， 就是我们那一站的 partner， 就是这个列斯敦斯登的我的伙伴。然后这一位呢是那个叫做什么？叫做政治与社会的那个站的伙伴，然后他们没有盖的，他要亲自跟参人员1对1 talk。然后他本身是美国代表团的伙伴，然后他是日本裔的，然后他跟我是好朋友，我们2013年就认识了。然后所以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站都很近嘛，然后我们在还没开站之前，我们就找间咖啡店坐下来吃东西聊天了，因为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才8点，我们9点半开站啊，然后就找地方休息这样子。然后呢，就找一间咖啡店，然后事实上我们已经第2次见面了。那第1次见面我们是找渔夫咖啡店，那第2次见面找一间比较优雅的咖啡店这样子。然后呢，今天雾很大，那就看不到什么东西，所以亚丁店有一天雾很大，对不对？就是这一天嘛，8月2号雾很大。没错。对啊，然后呢，我们还想说，因为我们台湾的经验就是雾一定会散的。所以我就想说，到10点多的时候雾可能会散，没有，整天都雾哦。然后还是有参加人员过来的，我就很感动啊，很感动你愿意跑来参加我们这个非常静态的活动。然后这位是瑞典美眉嘛，对不对？瑞典的制服。然后这是我们盖的。好，然后呢，接下来开始进行画画活动了。小朋友他们就是很认真在画画。那我们第一站就是在这个博物馆前面画画，然后再来。就是到第2站到海边了，然后海边的话，你看雾大到连这个焦眼球都看不清楚。然后这个 Fishman 的这个活动还继续进行，然后也是大家也是很热络在玩。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小朋友他们也是在那边画画，就是很认真在画画哈。然后这边他们画的东西，这是他们画的，这是提仿嘛，焦眼嘛，对，他们画的很棒，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这很惊艳，让人家很惊艳。然后这是摊贩，你看他们卖东西嘛，摊贩啊，还有伞啊，还有水桶啊，对啊，他们画很棒。然后这是第2批了，然后这是我们盖的，然后这是另外一位 ICT 伙伴。然后呢，第2批继续画画，一样雾很大，我们就在广场当中坐着画。然后呢，到了海边，然后这是我们盖的，他不会滑手机哦。他闲暇的时候他不会画，他就在那边画画。我就是专业的插画家，他也不会去占用店家的座位，他就在那边画画，一般走来走去这样子。我觉得外国人有时候他们也不会一直没事就滑手机这样子。然后呢，再来就是渔船体验的伙伴正在听渔夫们讲解，然后这边有一个伙伴在画画。然后这伙伴的画作啊，你看都非常的 amazing。都非常的令人家惊艳，这都是小朋友画的。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去了，不是中午休息，然后中午休息的话，我就带我的 partner，就是这个城市稍微逛一下。然后这个是一个表演厅，也是 Spinio 的表演厅。那表演厅里面也有一个站，叫什么东西？叫攀岩。攀岩在这边，所以说它整个城市好几个站。然后我中午休息的时候找一间咖啡店，要干嘛？要上厕所，上厕所顺便买饮料喝，这样。然后也是这个整个咖啡店都是插人员这样子，反正就是今天插人员就来1000个啦，啊，包括我们工作人员就是也要一千好几百个这样子。然后接下来这是我们在城市里面走走看，它城市就是棋盘式的，就是方格状的。然后呢，又回到我们的工作地点了，到是博物馆的后面，博物馆广场。然后往前看，这个博物馆前面的纪念碑雾有点散了，这下午的活动。然后接下来下午的一样，我们还有一批小朋友过来，那我们就带他们去画画。然后是在海边，然后在海边，那有人画画，坐着就是画画的，然后呢站着就是听，就是 fisherman experience 的，就是渔船体验的。然后再来就是这是我画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我在那边等着也是等着，我就也是拿起笔来画画。好，然后这是我们的向导，然后这是其他小伙伴他们在画画。好，然后这是小伙伴画的。然后呢，这是小伙伴画的，参赛人员画的，这也是参赛人员画的，他们都画得很好。然后我们有提供各种不同的，你看他连那个花砖的样子都画出来了。然后我们有提供各种不同的笔，有色笔，又有黑笔，然后有彩色笔，然后又有那个色铅笔，有各种不同的。那事实上那是我们那个向导他自己准备的。好，然后这是我们的站名称。Illustrative Journeys 就是画画的旅程 ，Virtual 视觉 Diary 一天的 workshop。然后这个 QR code 什么东西呢？它事实上是 feedback， 就是回馈的。然后我们都没有叫人家扫描，我们只有一个人伙伴有扫描，就是它事实上是回馈问卷的。那我们叫 CA 是 C 是 Culture，A 是 Art。那我们是第11个站。然后呢，下午第一批结束之后就没有伙伴了。我们差不多2点多之后就一直在那边等到4点，然后就下午的第2批就没有伙伴过来了。我们这边一直等，都没有伙伴过来。可是我们要4点半才能走。然后最后走的时候，我们就跟我们伙伴拍张照片。这是列斯顿斯登的，他是我的 ICT partner，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 guide， 这是我们向导。他是一个插画家。他只是我的 partner， 就是列斯顿斯的那个妹妹，她26岁、27岁，她第一次参加国际活动。然后我们就要回去了，然后这就是我说的表演厅。那这个里面有一个站，2个啦，然后里面就看到原来里面有攀岩设施，然后他们现在在收了，都是厂商来把攀岩设施收，因为我们已经关站了。然后再来。我们要走去车站，然后车站旁边也有一些游乐设施，这是城市里面自己设计的。然后这游乐设施是什么东西呢？是 Zip， 就是滚轮嘛，就滑轮嘛，对啊，就让小朋友玩的。好，然后呢，在车站里面，竟然还可以看到大会的宣传海报，Portugal Moot 2025。好，再来。Spinio 就是这个城市的名称，就是我工作3天的城市名称。然后呢，遇到这个人伙伴是谁？他英国人。那他是谁呢？他是我在活动前，我先去葡萄牙一个小的岛，叫做马德拉。然后我去马德拉的时候呢，是7月17号、18号，就很早很早。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英国人，然后穿着这件 T 恤，上面一个海豚，我一眼就知道这是英国代表团，我就跟他打招呼。那我们只才见面不到10秒钟，结果呢，在今天在车站的时候，他就来认我，他说你是不是去过马德拉？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然后就变好朋友了，然后加 IG 这样子。就是我事实上我忘记他的脸，但是他记得我的脸这样子，然后就很有趣，我们就变成好朋友了。然后8月2号当天晚上呢，有一个重大事情，就是国际之夜。
然后接下来这是 IST 的营地嘛，IST 营地就各就是什么样千姿百媚啊，就是把自己的国旗放上去啊，这是智利的国旗嘛，这是欧盟的国旗啊。然后晚上就是什么，就是国际之夜。那国际之夜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这个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美食坊。那美食坊的话，就各国的美食全部都像夜市一样摆在这边，然后各个国家的代表团就是卯足了劲在推销自己国家美食，然后一个小小摊位就是一个美食坊，一个美食坊，一个美食坊，一个国家美食坊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你应该很少会吃到洪都拉斯的东西，可是这里可以吃得到。你应该很少吃到罗马尼亚的东西，可是这边吃得到。然后就是像一个联合国小型联合国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太有魅力了，这个是太赞了。然后呢，但是它的空间有点小，所以进去就水泄不通，就是一起站去这样子。然后进去你如果拿杯饮料啊，就是一直晃动啊，然后拿出来的话可能就是只剩一半，这样子就很有趣哦。因为大家都跑进来啊，然后挤在这边啊，这是我觉得是太有趣了，因为像夜市，可是是各国的人都跑进来。然后这是后面的煮东西的地方，哇，那些餐人员都是很辛苦哦，然后很努力在煮东西。然后再来就是这是美食帮的逛街的人潮，然后是后面煮东西的那个地点哦。然后餐人员都是就是一直努力在煮东西，然后给大家吃这个各国美食。然后这是他们的舞台有表演，那在表演的话是泰国代表团上去表演泰拳，我觉得他们很有趣。表演泰拳，大舞台有2个，有小舞台跟大舞台，是小舞台的。那表演泰拳，我看一下有没有声音，有声音吗？伙伴有听得到吗？没有嘞，没有的话就上我 Facebook 去看吧，我把它放在我的 Facebook 上，就是这个影片我放在 Facebook 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他们泰拳这个表演还蛮不错的，然后就把它整个把它录影下来。好，那我们看到这边哦。那如果伙伴你有兴趣的话，就上我的 Facebook， 我有把它完整把它放进去。好，然后接下来，这位伙伴呢是叫做 Emil， 他是瑞典人，然后我们已经每次活动都见到面了。我们从2016年几乎每次都见到面，然后我们就变成好朋友，然后就照当下。我们2016年在法国见过面，2017年冰岛见过面，2018年在荷兰见过面，2019美国也见到面，然后在2023在韩国见到面，2024瑞典又见到面，而且在2024的时候我还是他的同组的，就是他是我的组长，然后2025又见到面这样子。然后但是明年不会了，明年他说他要去南非因为我计划去冰岛嘛，他去南非。然后中间所以就是我们3个事实上是认识的，因为我们去那个法国跟那个荷兰的时候呢，兽医是代表团团长，然后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见到面了。然后一样是美食街啊，一起站区，然后再来是美食街的后面，然后再来，这是我们台湾代表团上去表演的，表演那个棒球舞这样子。我们看一下，那我是觉得很感动啊，在国外，然后我们中文，我们台湾的意象的歌曲就上去，那我觉得还蛮感动。而且虽然我们是下届的主办国，是一定会秀出去的，可是就是看到说，就是大荧幕秀出来是中文，然后是台语，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感动，就是了。好，然后如果我们想要看的话，也可以上我脸书去看。来，接下来呢，一样是美食街，我这是人很多，挤来挤去啊。然后这美食街，然后你看这是什么国家呢？就是黎巴嫩，然后这是黎巴嫩的，就是你很少会吃到黎巴嫩的东西，然后他就是秀给你看的。然后这是什么？洪都拉斯，然后这是荷兰，他们穿传统服装过来，然后他们的领巾非常漂亮，这领巾很漂亮，换不到哦，他们就是我想干嘛换都换不到。然后是 North， 这是北马其顿，他们有过来，他们领巾很漂亮，
然后再来这是新加坡，然后这是什么哪国家？安哥拉，然后这个是什么？玻利维亚。你看，就是你几乎很少看到吃到玻利维亚的时候，他就秀给你看了。然后这个当然是澳洲啊，他们来一堆人很多。然后这个是瑞士 Switzerland 瑞士。然后这个是哪个国家呢？波斯尼亚。还有什么？这是什么国家？它是两个国家合在一起。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哥斯大，这是Croatia。然后再来这位列斯敦士登的伙伴，他跟我2015年就认识了，他们这次来11个而已，然后他就来了啊，当然我们就见到面了。好，然后呢，晚上很凝重的，我们代表团团长呢，把所有的同学都所有伙伴全部聚集起来了，要讲什么重要的事情？因为隔天闭幕嘛。什么事情呢？因为隔天的葡萄牙总统会来，但是葡萄牙总统跟中共很好，所以叫我们不要挥国旗。他讲的是这件事情，对啊。然后所以因为我们明天是重头戏，就是我们台湾要交接。好，然后接下来是隔天早上8月3号，一大早我也是起来洗澡，然后就看到一大堆的食物，参议员跟工作人员的食物，就是一些餐盒，3餐，早餐、中餐、晚餐3餐。然后呢，叫帐篷哈，就是这个早上的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营地的一些那个装饰。那后面这个地方是就是回收场以及放站板的地方。好，然后我们要离营了。然后离营的话呢，一样要 check out， 就是 IST 帮我们 check out， 它是营门。好，然后呢离营了，跟营地说再见。再来，我们要准备搭火车。因为你也可以选择搭巴士、搭计程车过去，但是我搭火车，因为我还是想说体验一下大会的交通工具，然后只是在火车附近看到这个城市的景点，然后再来，这火车上全部都是 ISD， 这是专车，哦，那你看满满的 ISD 这样子。然后参加人员他们也是搭火车，他们比我们早，他们搭的不是专车，他们搭的是班车，所以他们要跟当地人一起搭。那我们是专车，我们 ISD 的火车是专车，上面都全部都是人的行李哈，都是人的行李啊，就是就塞在车子里面，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情况嘛。那我们台湾绝对都是巴士的，那葡萄牙它火车非常方便，所以用火车都是人啊，火车上面都是人啊，只差没爬上去而已啊，都是人啊，行李啊，人啊等等的哦。然后再来就是人啊，这边都是人啊。有些人就是坐着，有些人就站着。然后来到波多了，然后波多的话呢，波多的最有名的那个铁桥，就拍波多景点。然后放行李，那雅婷在这个地方工作嘛，对不对？然后我就是找到我自己的国家，就把行李放好，然后我就可以去进行那个城市体验。它的闭幕到5点才开始，那我差不多12点就到了。那12点到了之后呢，它有放行李的地方，放完行李之后，你就可以去怎么样去做城市的活动。它有城市的波多城市里面有设点，让你在里面呢去闯关，这样子哦。ISD 也可以参加，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好，然后这是放行李的地方，按照国家放的。那你进去就不要在待那个地方待着，就出去就不能再进来了，除非你要离开。好，这是放行李的地方。然后呢，这是 PASS 的牌子哦，因为 PASS 他们现在就是没有在用这个牌子，因为接下来就换国家了，但是他们就是还是有很多 PASS 他们就很伤心啊，我们要分开啊，然后就是PASS 33集合啊，PASS 100集合等等的，就拍照。然后再来就是闭幕的舞台，在波多的体育馆旁边。然后呢，我就去走走城市里面走走。然后城市的博物馆，这是城市博物馆，就是走在路上看到一些景色。然后这个高塔是一个站，可以上去。它就是我们童军免费可以上去，可是排很多人，所以我就没有上去了。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站，这个站叫做 Society 和 Politics， 然后这个站就是演唱会，就听演唱会，听那个这 band 在唱歌，然后讲一些社会议题等等的，这是一个站。然后遇到老朋友，这是英国人，他是一个锡克人，锡克族，锡克教的，他们要戴头巾啊。英国人，他是我老朋友，我们2013年就认识了。然后呢，就是还有这个东西就是 human library 就是你其实扫这个东西，就会知道一些讯息，是大会的东西。然后呢，波多的这个轻轨，这我没有搭，我看一下而已。然后波多的景色，就是我在下午的时候去波多看一下嘛。然后波多景色，我为什么拍这张照片呢？因为这边有一个很古老的建筑物，然后现在下面比较新，然后这边比较老。然后再来跟硕毅拍照就是我们闭幕的时候。然后闭幕，大家聚集在主舞台前面。然后我的朋友跑来，他本身是他本身是巴西人，他现在住在葡萄牙。我们2013年的时候的世界萝卜大会认识的，然后他现在住在波多，所以他跑来找我。然后呢，这个是德国人进来了所以一群德国人这样子，然后就气势很旺，就帮他们录影一下。这德国人就是全部的德国童军。他干嘛拍我？他拍我吗？然后再来，意大利人，哇！意大利一堆旗子，意大利人进场。然后呢，这是大会的表演，就是闭幕的表演。他有请那个特技团体来，就是高空吊的钢条这样子在那边表演。好，然后再来，就是录影嘛，这样表演。然后再来欧拉那个拍照。中间这位伙伴呢，他这次当的是 PASS Advisor， 就是 PASS 上面的 IST。那我跟他在去年的世界的 RoboWay 认识的，去年我们是同一个组的。那今年我是Spinio， 然后他是当 PASS Advisor， 然后我们就见到面，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就聊天，然后就是等于说好朋友第2次见面了。然后你不想去大会的主舞台前面晒太阳，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它旁边有花园，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就休息嘛，因为旁边全部有树荫，那事实上还蛮热的，就蛮晒的。然后这是大会的交接，台湾交接，是台湾的伙伴交接。这是我们，因为我们下届是世界萝卜大会主办国，这是我们交接。这有2个台湾伙伴，然后还有水晶，这个伙伴，然后2个台湾伙伴，然后还有水晶。然后接下来就是大会歌，教大家唱大会歌跟跳舞大会歌。大会歌还蛮简单的啦，就是 move together 这样子，就是 move together move 一起这样子啊，唱大会歌，跳大会歌。好啊，那如果伙伴想要看完整的，可以到我的脸书上面去看啊，这也是那 move together 这样子 move together。然后拍照拍大合照，就是 PASS 107他们就拍大合照。然后呢这位伙伴是芬兰人，然后他是我去年一样的同事，就是我去年去 RoboWay 的同事，就是我们同一组的，然后我就很开心跟他拍照。然后这个是我们台湾代表团的，事实上这张照片是亚太区啦，就是台湾跟亚太区的，就是还有澳洲的伙伴。然后这是我们在主营地拍的照片。好，那今天就讲到这边，我全部讲完了，我的世界萝卜大会全部讲完。全部是吗？对啊，好精彩啊！我会有旅行没有讲啊，因为我在想说，我今天如果讲到9点40分的话，那我还再分一天出来讲。
所以今天拼了命要把它讲完，这样子。刚好到10:17，对啊，还好10:17。谢谢秀珍，好精彩哦！感觉上好像自己也亲自走了一趟哈，介绍了好多他自己在那边认识的好朋友给我们也认识，好像我们也就是认识的这一群人一样，很棒很棒。那我们先来个合影吧，好，秀珍，那你帮我这边先把它结束掉，取消掉 ，OK。好哦，各位。我们来开个镜头，跟秀珍团长这边合影一下吧。你们有没有镜头方便打开吗？哦，好可爱的雅婷，这样看起来像是小妹妹一样。好，各位有要看镜头吗？各位都很害羞是吗？还是镜头今天都坏掉了？好，还有吗？有吗？要拍照咯。哦，小的团长今天表情也很可爱哦，心情愉悦，都在要拍咯。这波团长要拍吗？好，那我要拍了，3、2、1。好，感谢，谢谢，非常好。那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